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聊 VPN 这个东西。你每天可能都在用，对吧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技术，其实背后的故事超精彩。它根本就是一部长达30年、充满了科技巨头的斗争，还有社群革命的战争史。你千万别以为 VPN 的历史就只是工程师在比谁的加密演算法比较厉害而已。我不，这其实更像一场攸关生死的企业豪赌。每一个技术架构的选择，都可能决定一项技术的兴衰，甚至是一家公司的未来。好，我们的故事要先回到1980、90年代，当时的工程师就面临了第一个超大的挑战。我要怎么让设计给网际网络用的 IP 封包跑在一条就最古老、最单纯的电话线上啊？这听起来就很不搭嘎，对吧？最早的解法呢，是在1984年出现的，叫做 SLIP。但说真的，它非常阳春，功能很有限。5年之后，一个更成熟的东西出来了，叫做 PPP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，它不只是帮你把线路接通而已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打下了后来所有远端连线身份验证的基础。这个观念就非常重要了。可是 PPP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它的运作模式基本上就是1对1的。也就是说，一条电话线就是接两端的设备。这代表什么？如果你的公司有100个员工要远端工作，你就需要100台数据集在公司等着。哇，这种1对1的绑定完全没办法扩充啊，成本跟管理都是一场灾难。这也变成后来所有新的隧道技术最想要解决的问题。好，时间快转一下，公众网际网络出现了。这时候就有个天才想到一个超棒的点子。我们可不可以用现成的网际网路，就好像界道一样，在上面盖一条专门通往公司内部的虚拟隧道呢？哇，这个想法就是隧道技术的开端，也马上就引爆了科技巨头之间的第一场大战。就在1996年，两大巨头微软跟思科同时出手了。微软这边呢，推出了 PPTP。它的概念很直接，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 PPP 封包外面再包一层 IP 封包，这样它就可以在网际网络上跑了嘛。微软最大的王牌是什么？当然就是直接把它内建在 Windows 系统里面。那另一边，网络设备的龙头思科推出了 L2F。思科的野心更大，它希望 L2F 不只在 IP 网络上，在各种不同的网络环境下都能用。微软的 PPTP 赢在软体，因为家家户户的电脑都是 Windows。思科的 L2F 则是赢在硬体，因为企业的机房里都是他们的设备。这两大巨头谁也不让谁，就导致市场上出现了2种互不相容的标准。那怎么办？最后只好让官方的标准组织 IDEF 出来瞧一下。这件事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科技发展的铁律。很多时候，标准的战争打的不是谁的技术比较厉害，而是谁的生态系比较庞大。那 ITF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？他们的方法有点奇葩。他们居然是想把这2个根本水火不容的协定，硬是把它们缝在一起，结果就创造出了一个有点像科学怪人的东西。这个科学怪人就叫做 L2P。它基本上就是各取一点，拿了微软 PPT 对使用者比较友善的优点，也拿了思科 L2F 管理隧道的能力。听起来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这个缝合怪天生就有一个超致命的缺陷，它只负责帮你把隧道打通，可是它完全没有加密功能。哇，那不就裸奔了吗？这怎么行？所以当时的工程师们只好想办法补救。就是把这个不加密的 L2TP 跟另一个当时协同很正统、专门为安全加密而生的标准 IPsec 2个绑在一起用，结果一个超级复杂又臃肿的组合就这样诞生了。你看，这就像在玩俄罗斯娃娃一样，你的资料要先包一层 L2TP， 外面再包一层 IPsec， 最外面还要再包一层 IP 封包才能送出去，层层叠叠的。这样做虽然是安全了啦，也很稳定，但问题是每包装一层，你的效能就会掉一点，而且它非常复杂，特别是去调整那个网络传输单元，也就是 MTU， 简直是当时所有网管工程师的共同噩梦。
好，就在这些大公司为了商业利益跟专有硬体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一股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出现了。一股来自开源社群追求的是弹性跟自由的力量开始悄悄崛起。这个新挑战者就是大名鼎鼎的 OpenVPN， 它的创新可以说是革命性的。它完全抛弃了传统那种要跟作业系统核心绑在一起的做法，反而是跑在比较上层的使用者空间。然后它用了一个很聪明的虚拟网卡技术来传输资料，光是这个改变就让它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弹性跟灵活性。这也就是为什么 OpenVPN 后来能称霸开源界超过10年。你看，它用的加密技术就是我们每天逛网站用的那套 SSL/TLS， 非常标准。它不挑作业系统，而且因为它用的通讯铺很常见，所以几乎都能轻松穿过防火墙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开源的精神，不受任何商业巨头或硬体绑架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看它的程式码，去检查有没有后门。这种透明度跟安全感是那些封闭的商业软体永远给不了的。好，时间再往前走，远端工作慢慢变成了一种常态。这时候，公司的 IT 主管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麻烦，就是要教那些非技术背景的同事自己手动设定好 VPN。就在这个时候 ，SSL VPN 出现了，它完全就是来解决这个痛点的。它的概念说真的非常优雅。你不用装任何东西，只要你的电脑可以上网，有开浏览器，你就可以连回公司。而且它几乎能绕过所有的防火墙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公司会笨到去封锁浏览器上网用的443这个 port 嘛。这件事也完美说明了另一个铁律：方便跟安全永远都在拔河。不过，这个看似美好的黄金时代，其实也藏着危机。很多厂商为了让自家产品的规格表数字更好看，追求更快的速度，结果就开始点歪科技树了。他们做了什么事？他们把原本在使用者空间跑得好好的 SSL 逻辑，硬是又塞回作业系统核心里，甚至做成专门的硬体来加速。这个决定基本上就是开倒车，把原本安全的设计打回原形，也为后来一连串严重的资安事件埋下了定时炸弹，让超多企业的设备都暴露在风险之中。OK，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，技术越来越臃肿、越来越复杂之后，我们故事的最后一章终于来了。这是一场非常强而有力的反击，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回归起简。首先呢，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个协同正统的 IPsec 的逆袭，它推出了 IKv2 版本，特别强化了在手机上 Wi-Fi 跟行动网络切换时的稳定性，让它在行动时代重获新生。不过，真正带来巨大变革的是2018年出现的 WireGuard，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过去30年来所有复杂技术的一种彻底的反叛。大家猜猜看 WireGuard 的程式码有多少？答案是4000行。没错，就这样。相较于他的前辈们，动不动就是几十万行程式码，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，真的非常震撼。而这种极致的简洁，直接就反映在效能上。WireGuard 的传输速度可以比 OpenVPN 快上好几倍，延迟也低非常多。它的反应速度快到会让你觉得，哇，这真的是 VPN 吗？所以 WireGuard 的核心哲学其实证明了一件事：简单才是最极的安全。他抛弃了过去那种很复杂的双方要先协商用哪种加密演算法的过程，而是直接就用当下最现代、公认最安全的方式，就这么简单。也因为这样，他马上就成为了现代 VPN 技术的新标杆。在这里啊，我们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为什么对极致效能的疯狂追求，最后反而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失败？答案就藏在这个架构的根本分歧上。你看，像 OpenVPN 这种比较安全的设计，是把应用程式放在使用者空间，跟系统核心之间隔了一道墙。虽然跑得慢一点，但非常安全。而 Fortinet 为了追求速度，是把整个 SSL VPN 模组深度嵌入到核心空间。这就像是把一个炸弹直接安装在系统的心脏里，一旦这个模组出现任何一个小漏洞，骇客就能立刻拿到整台设备的最高权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
到了2025年的韧体更新中 ，Fortinet 做出了一个在商业史上极为罕见的决定，他们直接把整个 SSL VPN 功能给移除了。这不是什么产品升级哦，这是一次彻底的公开的架构认输。他们等于是告诉全世界，对，我们当年的设计错了。Fortinet 的故事虽然告一段落，但技术的战争永远不会停止。下一个战场其实已经悄悄来临了。下一个大魔王就是量子电脑。现在我们主流在用的这些加密演算法，在未来强大的量子电脑面前，可能就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。所以我们需要全新的武器，也就是后量子密码学，简称 PQC。记住，这不是简单的升级而已，这等于是把整个加密的数学基础全部换掉。所以你看绕了一大圈，关键又回到了架构这2个字。Fortinet 血淋淋的教训在这里再次得到验证。那些采用模组化、设计灵活的系统，未来要升级到 PQC， 可能只需要换掉一个加密函式库就好。但是那些把加密逻辑写死在硬体晶片或系统核心里的设备，在量子时代的冲击下，很抱歉，它们将会变成一堆昂贵的电子废铁。好了，回顾了这30年的战争，我们来帮这些技术打个分数吧。首先是 PPTP，它已经完全过时了，拜托千万不要再用了。L2TP/IPsec 呢，安全是安全，但实在是太胖太慢了。SSL VPN 它的强项就是方便，而且穿透力很强。IKV2/IPsec 算是行动装置的好朋友，连线非常稳定。至于最新的 WireGuard， 它就代表了新一代的设计哲学，极简而且高效。这30年的进化史看下来，真的让我们学到很多。它告诉我们，那条通往安全回家的路，不应该也永远不会只有一条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，或许真正最好的技术，并不是那个跑得最快的，而是当灾难来临时，那个最容易被我们取代、最容易升级的。这可能才是数位世界里唯一的生存哲学。